您要非问呢，那我就告诉您，我呀，算出来的。哎，我这算可不是算卦那算啊，叫心算。哦，什么是心算？哎，它是这么回事儿。我呢是个买卖人，这买卖人你不是平时老得接触走江湖的生意人吗？这生意人哪有实话呀？这面上说着张三呢，其实是底下玩李四呢。哎，表面上给您铺道呢，实际上给您挖坑呢。不明白事儿，您掉坑里了，还帮人填土呢。哎，我说什么呢？长个心眼儿，凡事它有规律，你按这规律办，不吃亏儿。哎，这就是这么个事儿。哎，规律。哎，您就拿这博天房来说，这博天房干嘛呢？官府跟监狱里头开的赌场。他为什么开这赌场呢？跟外头一样，垫着分入钱呗，就这个吧。哎，目的一样，他这玩法不一样。有何不同？这外边的赌场啊，它叫前松后紧，他上来得让您赢点，让您沾着甜头，您这就上瘾了呀。你这一上瘾，完了，您就成了案板上的肉了，随便让人切，输去吧，您就倾家荡产、妻离子散，这都算轻的。所以说，他得前松后紧。那博天房呢？前紧后松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您输的是钱，您赢的可是命啊。您用不着上瘾呐，自说你想活着，你就必须得赌。所以他上来就是硬的，先把你兜里钱给你倒腾干净。可是问题是老输也不行啊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看着说这人老输，没人赢过，谁跟你玩啊？所以说他也得放水。所以你已经知道那个傻大个输的已经差不多了，对吗？对，也不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哥几个来时候啊，是5个人，日前有2人赢了钱。我算计着，那这套就应该下在第3个人身上。我掂对，他要把这套做瓷实喽，那他就得第4个人也得放。至于说放到谁身上，那就看谁兜里干净了呗。看来你这心算是有道理的。可是你说你能破解此法，又是何意呢？现在还不行，我得自己到博天房里走一遭，我才能明白。我得看看他怎么给这帮犯人分帮。您干嘛这么看着我呀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不跟您说了吗？我倒腾山货的。如果真是如此，你倒是一个难得的人才。哎，什么人才呀？什么人才都白搭。我现在进不去，我人才我施展不出来，我。刘贵，用你的心算看看我到底是干什么的。您干什么的，这我真算不出来。但是我知道，您有后台。您想啊，您要没后台，您怎么能刚一进来就谋着一给人送饭的活呢？
此是彼呀。哎，嘿，这词儿从哪里冒出来的？挺有意思啊。嘿嘿嘿。大人，你说他们都进去这么半天了，也没个动静，会不会从后门跑了？他们又不知道我们在跟他们，他们跑什么呀？可是，哎，出来了！慢走啊。刚才那料子挺好看的。买这么多的绸缎干什么呀？掌柜的，咱们这回买的布啊，够做好多身衣裳了。先给你做。你是说他们只是出去买了绸缎？回大人，确实如此，我带人一直跟着呢。我说，这富国泰手下怎么就养了你们这群废物啊？回去告诉富国泰，就说刘墉现在恐怕已经出了济南了。大人何出此言？你不是说他们雇了一辆马车吗？刘墉就藏在里边儿。哦，我说怎么非让这个孙大周跟刘大人有书信往来呢？原来在这儿等着呢。行啊，老秦。哎，都是孟楠姑娘的主意。这个呀，我当然肯定是知道的。我就是说呀，你执行的好。我说你们几个，这利用孙大周的事儿可是我想出来的。哎，那是，这格格肯定是绝顶聪明，不同凡人呐。就你最烦人。诸位，我这算不算单纯立功？哎，你们还别说啊，你今天表现的还真可以，我得夸夸你啊！比刘喜儿能干，最主要的是比刘喜儿省粮食啊！哎，这倒是对。这方圆10里，怎么连个人影也没有啊？不会真要把我饿死在这里吧？老爷，你说你给我这个印章是干什么的？是能换饭吃，还是有别的意思啊？哎，这有钱也没地方花呀，还是七彩送的荷包好看。七彩，我有点想你啊。要饭的，你这鸡从哪弄的？你哪只眼看见我像要饭的呀？啊？你这身行头，你还说你不是要饭的？嘿，我这行头衣冠楚楚，那畜生见了我都得敬我3分呢。不是，你怎么骂人呢你？你信不信我揍你？我骂人？嘿，看你就不像个好人，肥头大耳啊！真是这么野蛮。大叔啊，
您这只鸡能不能卖给我呀？不卖。您可想好了，我要是给您银子的话，能买好几只呢。哪儿买去？对了，这离肥城还有多远？不远了，可你到那儿啊，还得饿着肚子。什么意思啊？难道肥城就没有吃饭的地方？有，都姓关，你吃不起。为什么呀？哎呦，家家啊都不做买卖了，交不起那个税。竟有这事儿！我刚才听您说话，像是读书之人啊。我是说书的。哎，对了，给我1文钱，我给你说点书怎么样？我给您10文。嘿，真大方啊！不是，我没说完啊，您卖给我个鸡腿呗。嘿，哎呀，嘿，说，哎呀，听我说来啊，我早年遇见了太平年，山清水路路过了我的门前。哎呀，没想到突然一声巨变，我呀，数年参军上了前线，如今贪官知了县，土匪响马他翻了天，打进了县城。他们一看，哎呦，老百姓穷得太可怜，转身他跟了别的郡县，这样肥城才能保了安全。可是呢，现在这些贪官都连成一片，百姓啊有苦难言，这真是火上煎呐！嘿，您刚才说您当过兵？是啊，我在军中当了一画师，没什么作为。能画能写又能说，怎么能没作为呢？那又怎么样啊？看来你是对这些贪官恨之入骨啊！嘿，我们家土地全让他们给收了，我能不恨吗？恨归恨，我有什么办法呀？我斗不过人家呀！您不试试怎么能知道斗得过斗不过呢？我拿什么试啊？我拿什么试？嘿，忍着吧。看看，嚯，宫廷词卷，哎呦妈呀！识货。哎呦，官爷，您是谁呀？想不想把你的田地要回来？嗨，那怎么不想啊？我做梦都想了。听我的，咱们俩就好好跟他们斗一斗。那怎么斗啊？不是，你真是说书人。哎呦，我白天要饭，晚上说书，怎么了？2份营生，这也犯了法了？不犯法，不犯法。我就觉得你呀，这个人挺怪的。嘿，你这话可说对了，我呀就叫蒲老怪。哎，对了，你跟我说说，你怎么安排呀？这姓刘的你认识啊？对，我们认识。孙老板，你一个做绸缎生意的，怎么会认识一个外地来的，而且是做山货生意的啊？另外，据我所知，你儿子这次进来还是拜了这个姓刘的所赐。怎么，反倒你又来保他？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哎，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吗？之前这位刘先生在京城啊，帮过我很大的忙啊。后来我们多有书信，不曾想这次来济南，还没等与我相聚，就闹出了这事儿。要不是他家二夫人找到了我，我还蒙在鼓里呢。啊，原来是这样子。那你打算出多少银子来保他呀？您给个数就行。受人滴水之恩，理应涌泉相报，不是？孙老爷还真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呐。好，跟我去看看吧。
有劳司狱大人。行。刘先生，刘先生，孙大周看您来了。刘先生，孙大周看您来了。哎，刘先生，哎，是叫我吗？哎呦，刘先生，还真是您呐！哎呦，老孙，是我呀！你怎么来了？来济南您也不跟我说一声，要不是您家二夫人找上门去，我还不知道呢。嗨，我这不是怕麻烦您吗？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？行了行了，什么都别说了，咱们出去再说。啊，好。司狱大人，您看这……孙大周，你这位朋友叫什么呀？叫刘……我叫……闭嘴，没让你说话。孙大周，我在问你呢。司狱大人，我们当初交往的时候，从来没有请教过刘先生的姓名啊。那你为何会与他有书信来往？孙大周啊，孙大周，你说让我说你这人什么好？啊，就为了省点银子，你至于卖这么大一破绽吗？行，你要这样的话，我也不管你儿子的命了，你回去吧。刘先生，你手下留情啊！你饶了我儿子吧，求您了。刘先生，你饶了我儿子吧。你这算是敲诈勒索吧？哎，谁不想省点银子呀？我今儿这无妄之灾都是拜他那公子所赐，我不黑他，我黑谁呀？那你真绑架了人家公子？吓唬我，能拿着钱就拿，拿不着再想办法呗。好啊，真是无商不奸呐。刘贵，我是越来越欣赏你这个人了。这话说，乾隆16年，而立之年的刘墉参加了当年的会试，凭着他的才华呀，一举夺魁，中了会员。接着呢，参加了殿试。这刘墉啊，可不得了，又独占鳌头。殿试结束之后，皇上呢，要钦点状元、榜眼、探花了。太监一见，急忙宣旨：考上第1名的刘墉见驾呀！嘿，话音未落，只见闪出一个人来，肥头大耳，伸头驼背，嘿，这2只小眼啊，那眯缝的呀，那就……哎，行了，傅老官，你在这胡说八道些什么呀？我虽然没有见过刘墉大人，但是我听说他是个身材清瘦、一脸正气之人呐，哪像你说的这个样子？嗨，我跟你说啊，他现在可是左都御史，你这样侮辱一个朝廷命官，可是要被治罪的。小人曾经在江宁军中做一画师，有幸给刘墉刘大人画了一张画。哎呦，此乃老夫毕生之荣耀啊，哪敢有侮辱之意呢？真的，没有半句的谎言呐。哎呀，我还记得，那个时候我偷偷的临摹了一张画，留作纪念。我对这张画啊，平时都收在行囊之中啊，不敢给别人看。今天呐，大人，来着了，您呐就长长眼。来，我看看。嘿，您看看这幅刘大人的画。刘大人后来看了，还夸我画得像呢。这刘大人
可够年轻的。这当然了，这是多少年前画的呀？您看看，这儿可还有刘大人的印章呢。客官，您的菜。你确定这个胖子付得起账？他进来先付了1锭银子，这个银子还真没见过。这是官银，看来这可是不简单，好生伺候。得嘞，您放心吧。小二结账。哎，客官，除了您进来给的那锭银子，您还需要再付5两银子。怎么这么贵呀？您刚点的醉腰丝、豆角小炒肉和鲫鱼荷包蛋，这都是当地的名菜，这绝对是物有所值的。呵，这嘴皮子还挺溜啊！见笑了。哎呀，我这今天银子没带够啊。那您说怎么办呢？啊，是这样，我还约了一些朋友啊，他们正在听雨轩听书呢，一会儿就过来。他们来了之后会给你支付银两的。哦，那这事儿我得跟掌柜的知会一声。哎，说。哎，先给客人看茶，我去交回。您稍等啊，茶马上就来。哎，这就叫单腿跳龙门。单腿跳龙门。道真，真的，跟我走一趟。哎，先生，这有要事什么意思啊？有要事，先生。啊，大伙儿都走吧，快走，天儿听不了了，快走吧，啊！肥城县令刘16参见大人。啊？你说刘墉去了肥城？是的。就他一个人吗？就他一个人。公孙捕头，这肥城知县可是认得刘墉啊？回纥大人，他倒不认识刘墉，可他说，那个人的身上带着刘墉的小印。看来是错不了了。你下去吧。是。这是谁啊？朝廷派来传旨的人真的走了？真的走了，我在屋里翻了半天，翻得特别干净。我估计他是跟和珅还有傅国泰一起去了肥城。唉，这下终于清静了，老爷终于能踏踏实实的办个案子了。夫人，我觉得咱们不能高兴得太早。
据我所知，这儿离肥城的往返时间最多5日，如果是快马的话，3天即可。我们试想一下，如果富国泰到了肥城，发现大人是刘喜儿假扮的话，那么他会第一时间返回济南，也就是说，留给大人在济南的办案时间也就3天。不用，我觉得以老爷的聪明才智，1天就够了。笑什么呀？我没笑什么。哎，孟楠呢？孟楠的声音。裘姑娘，孟楠姑娘，裘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孟楠姑娘，那个戴着斗笠的人。我们快把他抬到屋里吧。好，走。王秉珠，出来！王秉珠，你给我滚出来！王秉珠！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！王秉珠，别以为你是侍卫总管我就怕了你。我贺子峰只听命于皇上。我之前身负皇命，向皇上汇报刘墉的状况，而你现在一无圣旨，二无口谕，这可是死罪。那又怎么样啊？难不成你还想杀我？以为我不敢？瞧把你能耐的！哎，刘墉他现在到底在哪儿啊？好，我告诉你，他在肥城。肥城？好吧，我就信了你的。哼，这个你拿着，这个给你那个相好的吃了，他就能等到我从肥城回来。等会儿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给孟楠下毒了？怎么着？难道不行吗？谁让你上次骗了我呢？真卑鄙！我告诉你吧，我根本就不想找刘墉，更不想掺和他和傅国泰之间的事儿，否则就像你们这些小伎俩，能骗得了我吗？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想知道刘墉在干什么。行吧，刘兄，输了算我的。哪儿的话您带我来开开眼，我就感激不尽了，哪能还要您银子呀？没关系，我这不是也想看看刘兄的赌技吗？我也是胡来，胡来。哎，那我要赢了怎么办呢？当然是算你的了。那您怎么办呢？我啊，你忘了刘兄，你不是说我有后台吗？哦，对，我把这茬给忘了，您用不着。哎，刘兄，需要多少银子？您给来个10两吧。哎，拿去玩。得，哎，多谢啊，这就够了，够了。应该是那。皇上，哎，等一下，姓名、监号、刑期。
看你自己的眼就成。是是是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走吧。好好。我怎么又输了？啊！你们都是骗子！哎，谁你们都是一群骗子！把我钱还给我！玩不起，走！还给我！走走！玩不起，别比划，您不是不知道。朱先生，今日怎么布的局？人是3生2死，28负；局是6和6平，21赢。3生都在何处？这里。这里。还有这里。好了，买定离手，买定离手啊！买定离手！打！练好了吗？开了啊！赢了！赢了！我可以出去了！我可以出去了！恭喜恭喜！哎，我赢了！恭喜！打！我赢了！打！下注了，下注了啊！1、2、4，7点赢！太好了吧？这么赢了？他买什么时候能赢啊？真是个高人呐！我就不信邪了。好，继续压了！快，到！小姐，卑职已经查清楚了，前几日在此捣乱的那个人没有问题。好，那就一切照旧吧。还有事？哦，小姐，那个人名叫刘贵，脑子极其聪明，一眼就看穿了朱先生的布局。你让他进了博天房？是。铁大人有何打算？卑职想取而代之。再去查一查吧。如果真的没有问题，那就照你说的办。卑职明白。不过你要记住，这个刘贵必须止于博天坊。是，卑职告退。这里的鱼太有名气了啊！好好杀。对，就这样，慢点啊。哥哥，忙着呢。你看着他。昨晚上哪儿去了？我去追那个人了。追上了吗？没追上。你说这人挺厉害的，你都追不上他。可能是个小偷吧。小偷武功能那么高，我觉得是个江洋大盗。是，哥哥说的对，江洋大盗。哎，你个死胖子，你看什么看呀你？老老实实干你的活儿。哦。哥哥，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去休息了。嗯。好好杀。
妹妹，哎，二姐，来，慢点。怎么样了？好多了。我给你熬了药。辛苦了，二姐。别客气，快喝了吧。怎么了？啊，没有，有点烫。啊，来，我帮你量量。贺子峰抓到那个戴斗笠的人了吗？没有啊，这说来也奇怪，他一个大内侍卫竟然抓不到一个贼。这段日子你身体不好，有什么事儿我去牢里看老爷。那就有了二姐了。这话说的，他在里边这么长时间，我也挺担心他的。啊，对了，二姐，你帮我叫一下秦捕头，我跟他有话说。嗯，好。药也量得差不多了，快喝了吧。哎，慢点啊。哎呦，您瞧瞧把我急的，我这还……哟，昨晚您赢了，您不是说您不赌吗？我是不赌，但我确实是赢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刘兄，可否愿意过来帮我？没明白。补丁坊就是咱们铁龙大人的。刘先生，请。嚯，不错啊，刘先生，这儿今后就是您的住所了，您可还满意？哎呦呵，这太可以了，这比大楼强多了。这个啊，好家伙，这么大屋，这就我一个人住，这怪瘆得慌的。这个，那您想住几个人呢？不是，我说大牢那哥几个，早就安排了。哎，哎，我说，嚯！哎，我说这怎么个意思？这个，刘先生，铁大人都说了，您呐就好这口，要不您怎么能住进这大牢呢？是，想得周到，想得周到啊！多谢多谢。好了，刘先生，我就不耽搁您快活了。有事儿您尽管吩咐。哎，我说，说了半天让我干什么活？不着急，到时候自然告诉你。告辞。好，告辞。先生好。好。